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超精彩蛋等超多精彩内容。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OK， 走喽。走喽，请这边走2位。哎呦，你那导游太好。这边请。哇，好帅！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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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这拿着。我是。OK，Let's go。好的，打扰一下大家的这个路程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巴黎这站呢可能会稍微催大家一点点，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巴黎有些时候会堵车，堵得非常的困难，所以有些时间点我们可能会掐得稍微死一点啊，可能要催大家，就提前说 sorry 啊，对，啊，sorry，对，so sorry， 这个用手啊。然后呢，它是日照时间比较长的，阳光很刺眼，建议备好墨镜啊，然后最好全天佩戴。这我乱说的，我自己给自己加。给自己找个理由。就首先，法国人是非常的优雅、浪漫的。公众场合呢，所以大家就是需要小声一点，切勿大声喧哗啊。那么在社交场合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跟大家一些问候 Bonjour， 白天好 Bonsoir， 晚上好。然后与陌生人打招呼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如果她是一个女生，那么你可以说 Madame， 如果他是一个男生，你可以尊称他为 Monsieur。对，我要确认一下跟阿诺，在阿诺面前我用法语就。那么如果是朋友间或者是熟人相见，他会行贴面礼，就是左右脸颊轻触，发出亲吻声。对陌生人或者是初次见面的人是无需行这个礼数的，握手就好了哈。就是他第一次就人就上去了。然后不要将手肘放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手肘，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吃饭。哦，不可以这样吃饭。你不可以这样吃饭，你要这样。是有一个线，你是可以放你的手腕在桌子上，但是你的手肘这个不要手肘撑在桌子上这样。这个位置。西方都这样。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喽。走了，宝贝们，我们要出发 OK， 走吧。出发。这是爱情桥吗？这个应该就是Pont des Arts。各位八仙过海团的团员们，我们即将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著名的爱情桥。这个不好看。爱情，我们来啦！啊，好看，好好看哦！我就喜欢逛这种。哎，这是我们第一次啊，2个人一起来 Paris。Yeah。L'oiseau frivole de nos destins. Is that crepe? Can we have one? It's so cold. Where are you from? We're from China. China? Yeah. 来4个吧。 Can we have 4? Yeah. 你问问他们要，我要的是柠檬加糖。Lemon and sugar crepe。哦，吃的。哦，颗粒饼啊。对。哦，颗粒饼。你刚刚吃饭了，可好吃了。还有柠檬的，还有香蕉的。哦，喜欢。Merci. Oh, it's flying. Oh. 尝一口。好吃啊。
你要不要香蕉的？香蕉香蕉 ，more sugar more sugar more。Give me more。你们吃啥呀？我们哦 ，crab。有柠檬，有糖柠檬，也有那个榛果巧克力的。但是你们刚吃完。它单独有一个甜的肚子，就是蒸饭的肚子和甜的肚子。另外一个位是专门装甜点的。好，不要张嘴，不要张嘴，不要张嘴。对，这样也可以。没事。很甜。这个甜的，哇塞！这个甜的，哇塞！这个甜的，太棒了。以后我们去旅游，我们带你们去。Let's go。哦，Champs-Élysées。Joyce 唱的就这首歌哎。Je me baladais sur l'avenue, le cœur ouvert à l'inconnu. J'avais envie de dire bonjour à n'importe qui. Joyce 唱的很好听，你听了 Joyce 唱的吗？我们去舞台的时候。我听了呀。De te parler pour t'apprivoiser. Oh Champs-Élysées, bada bada ba. Oh Champs-Élysées, bada bada ba. 拍张照。 Au soleil, sous la pluie. 哇，我的头发！ Tu m'as dit j'ai rendez-vous dans un sous-sol avec des fous qui vivent la guitare à la main du soir au matin. Alors je t'ai accompagné, on a chanté, on a dansé et l'on a même pas pensé à s'embrasser. Oh Champs-Élysées, para para pa. Oh Champs-Élysées, para para pa. 在阳光下，在其中，在无天后夜，有你相爱的一切，在 Champs-Élysées。那边侧脸，左边侧脸。对。炸裂！哦，好看！哇，你进步很快。八仙们这边走哟。就60米而已。啊，这是前面那个大巴吗？哦，这个就是我们的 bus。哇哇 ，Big Bus。Bonjour。Bonjour。Thank you。哎，Bonjour。那现在我们呢，这个巴士已经开到我们塞纳河边，那我们有左岸的咖啡，大家唱一下。在那边左岸的咖啡，我说一杯品尝你的美。 嗯 OK， 好的，Bravo， 谢谢，不错不错，谢谢谢谢。这个左边的这个柱子呢，是1808年做的一个喷泉。哦，这个，拍。然后它是一个拿破仑的Bonaparte他的
赢了这个胜利了以后，为了祝福他的这个柱子。现在右侧这个石头桥是1607年建立的，然后呢，那个骑着马的是 Henry 国王第4代。哦 ，Henry 4世。我们即将到达左手边的建筑钱币博物馆。哦，莫内、李华宇。为你我手冷风吹。来，因为现在天气的原因，我建议大家是可以去一步1楼来到下面看，因为我们这个车程还有40分钟。好的好的。如果大家非要坚持，我也不拦着。No，我们去楼下。OK， 来，那我们稍微等这个红灯的时候，慢慢一步到下面安全的情况下，跟着我导游来。上面很冷吧？下厨太热了，一下觉得是2个世界。摸一下我的手。哇，冰冷。这个建筑可能跟我们往常在路上见到的欧洲的传统建筑有一点区别。其实这座大楼就叫做蒙帕纳斯大楼。蒙帕纳斯大楼是巴黎市区除了埃菲尔铁塔之外最高的建筑。我们的终点站蒙帕纳斯公墓园到了，右边到了。Our final stop is the Montparnasse Cemetery。这就是蒙帕纳斯的墓地的门口。你看多美啊！我是支持了这个墓地，很有名的哦。这座始建于1824年的公墓，见证了巴黎200多年来的兴衰变迁。这里是众多名人最后的归宿，每一座墓碑都承载着一段独特的人生故事。任何人都可以为自己的墓碑设计不同的样式。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去到我们的晚餐的地点——邮轮晚餐。哇，好期待！跟大家玩点好玩的吧。好的。我跟炫哥平时都是喜欢2个人一起玩的时候做一些就是很有意思的心理测验，我们可以大家一起玩一玩，然后彼此也观察一下对方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啊，或者是内心底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一个状态。好的。用3种动物来形容自己，你会选择什么？一定要直觉，它是有顺序的哈。第1种先想好，第2种想好。第3种想好，都想好了吗？想好了，我想好了。OK， 那么第1种动物是什么意思呢？是你希望别人如何看待你。哦。第2种动物是别人实际如何看你。啊，怎么这个笑声如此的耐人寻味啊！好吧。然后第3种动物是真实的你。哇，我这个有点厉害啊！真的吗？我可以公布我的答案。你说。我第1个我写的老虎。别人你希望别人把你看成老虎的呀？但其实，在别人眼睛里，你是。我是一个猴子。但真实的你，但真实的我是一条龙。主要是这个答案满意了。轩哥是猛龙过江啊。Tiger, monkey, dragon。还有愿意跟我们分享答案的吗？我可以分享。你说。第1个我想到的是树懒。树懒。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人就是给人感觉那种懒洋洋的嘛。而且就那个动物很喜欢那种慢慢的、悠闲的那种样子。疯狂动物城里边。闪电啊，闪电，对对对。然后第2个我想的是那个公鸡，大公鸡。
知道吗？为什么你喜欢公鸡呢？一个是属鸡，这有一部分原因，还有觉得公鸡是有那种战斗欲望的。还有男生就那种高卢雄鸡嘛，就法国嘛，就有气势的，有那种很好吃，饿了。然后第3个我想的就是青蛙啊，在你眼里它的特质是？因为人家不就说 You swan, I frog。哦，就网友的评价，我想到了青蛙，就是你终于成为了你想成为的样子，从树懒到青蛙。我想的他都给我猜出来了，我全猜出来了，顺序都一样，对，一模一样。我真的感觉到英朗大象。错了。哦，大象。稳当一点。哦，稳重。我第一个是天鹅，因为天鹅就是我从小就是天鹅是有灵性的，所以我喜欢天鹅。然后第2个是熊，别人看我是只熊，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不好事。是好事。是吗？对啊，熊也挺凶。熊是最常出现在儿童绘本里面的。哦，那要看是什么熊了，是吧？第3个是长颈鹿。哦，长颈鹿的性格是怎么样？应该是蛮温顺的。是温顺的吧？因为你可以喂它嘛。很温顺，是非常温顺。因为我之前我在哪儿？也是在非洲，我说上个厕所，我就听，我就有点害怕，我就往后一看，长颈鹿在那，就在旁边，对，在吃东西。它就看不见你。我估计是，就这样子，就不在那个高度范围内。哎，那我再问他一个，就关于爱情的测试怎么样？也是关于动物的，好吧？好的。如果你是一种动物，在爱情中你会是什么？选择是有5个选项的哈，只能在这个区间里选：猫、狗、兔子、狐狸和孔雀，请作答。兔子哈 ，OK。选好了。我选好了。我是狗。狗举手吧。我们有4只狗。猫。我爱咱俩猫。我会选猫。唯一的一只兔子。OK， 那我解读一下哈，选猫的人，你独立自主，需要个人空间，但对爱人忠诚。就它有猫的特性在的哈。你会想要有自己的空间吗？我会有啊，我不缺乏自己的空间。然后关于狗，你忠诚、热情，愿意为爱付出一切。然后兔子来了啊，兔子，完蛋，你温柔体贴，这一点不像我。不，你是温柔体贴的，喜欢稳定的关系。那我再解读一下没有人选的狐狸哈，你聪明机智，喜欢有趣的爱情互动。孔雀呢，是你浪漫迷人，喜欢被关注跟赞美。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测试啊，想象一下你和你的爱人在一起最幸福的场景，注意是最幸福的场景，有几个场景可以选择哈。第一个，一起旅行；第2个，在家看电影；第3个，共进晚餐；第4个，散步聊天；第5个，一起冒险。请作答。一起旅行。旅行。散步，我是散步。我也是散步。Walk and talk。我是电影。啊，是散步。电影啊。对。好，我解答一下，选一起旅行的是你喜欢新鲜感，希望爱情充满冒险和惊喜。然后选择在家看电影的是你注重陪伴，喜欢平淡中的温馨。
我真的是。然后喜欢散步聊天的是，你注重心灵的沟通，追求深度的情感连接。然后呢，选择共进晚餐的是，你喜欢浪漫细腻的事情，喜欢享受两人世界的那种甜蜜。然后有人选择一起冒险的，那就是你希望爱情充满了激情，还有挑战。我们的行程已经过半了哈，现在我们就开启我们的游戏，好不好？有游戏环节啊？来吧，直接来吧。这个游戏我们4组夫妻只需要回答圈圈和叉叉。如果你同意这个题，你就是圈圈；不同意就是叉叉，就这么简单。好，第一题，请听题。你愿意家里安装摄像头，并且随时被对方查看吗？你安在哪儿？到处。3、2、1。哎，我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不喜欢让别人监视的感觉。人家没有人监视你，不是，只是就是你安有了之后，他可以知道你在哪里。家里只要有摄像头，在我的私人空间里，我就觉得我是被监视，甚至没有安全感。对，就是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如果你要是在客厅或者在健身房，因为我们家也安了一些，我们也安了，就为了安全，跟小朋友嘛，小朋友的安全，所以那个呢，我是 OK 没问题的。这个是我同意，但是我觉得是你的 privacy， 知道吗？对。你知道，就有时候有很多人拍照片，你可以跟我说可不可以拍张照片，但我不习惯那种。对，我很不喜欢这种。对的。我还有一个判断什么呢？因为我从这边走嘛，他直接在拍你。那一定响了，他的手机响了。而且我特别害怕，就比如说有人黑客，然后看到你家里的东西。我也担心过这个，所以我们的摄像头全部在我自己的硬盘里头，没有放到任何 cloud 上面，不外接。对，其实对于这个，我是跟你们的想法是原来是很相似，但是自从有了宝宝以后，我们家里是全部有摄像头，我丈母娘。我老婆，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家里的任何情况。但是我妈没有办法看到我们卧室啊。对。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会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种方法，因为她的电话是完全无音。比如说我在我卧室里面看书，然后呢，我这边有个灯啊，那我就会通过我的智能，我就会把这个灯开关。吓人。对的。好，下一个题。伴侣可以看你的购物车吗？3、2、1。哇 ，OK。你知道为啥吗？我不会看他的购物车，因为我不会，所以我就同意了。那你不会购物车是什么意思？我网购都是我的同事帮我买的。啊，那你自己购一下吗？很简单，你购一购你就够着了。我网购很厉害的，但是我自己没有操作过，我都是放在别人帮我，就告诉他我要买什么。不用，你自己就可以搞。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俩为什么是这样，就是因为他没有，他知道我不会看他的购物。不，我们手机都不看的，反正我不看他的，他也不看我。但为什么会有人不愿意别人看他的购物车？我也不知道，买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那得问那个打叉的人，因为就他要买什么东西，就平时买一些不该买的东西。你突然发现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癖好，去买这些干什么？就是或者是有的是什么？我知道了，买了的东西不是给你的，对，是不知道去了哪里。对，是这个。你可能买了一些礼物，但是不是给你对方的，然后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点没有分歧哈。OK， 第3题，在异地的情况下，相互说完晚安之后，还会追问伴侣的动态吗？就比如你们相互道了晚安之后，你过一会儿你还会再想说，哎，你在干嘛或之类的这种吗？
就是你们已经相当于结束了，好像是结束了今天的谈话，你还会再继续追问他的动态吗？好 ，OK， 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会说晚安晚安，然后他担心我就晚安，完了以后我又出去玩了，是这种意思？是撒谎的吗？还是说是？不是，就比如说你跟他，他说睡觉了，你说哎你是不是出去玩？他说我没有啊，然后你们聊了半天之后说 OK 晚安之后你觉得要查一下他是不是出去了，又再给他打个电话，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不信任的，对，这是不信任 ，OK 吗？3、2、1，哇哦，高度一致，全票，这是我们的婚姻维持这么好的原因。大家都是比较有信任哦。对。好，第4题，这个肯定有高度一致。 Is it okay if your partner wants to see the specific groups in your WeChat moments？ 什么意思？中文翻译一下。朋友圈里头有。伴侣想看你朋友圈的具体分组，就比如说我的密友，我不想让他们看到什么东西的这些人，或者是我的客户，我的同事，我的领导，有这种分组的家人，就不怎么好的朋友之类的。还有我没分过，我都不会分。我也是，我也不用。就是说，伴侣想看你。前提是他想看哈，伴侣想看你朋友圈的具体分组 ，OK 吗？他想看啊。来，准备好了没有？3、2、1。啊，等一下，这什么东西？等一下。没事，你没分过你就 OK 吧。对 OK。他购物车都没用过了，分组我觉得也是。姐夫呢？他也不会分，不会分是吗？对。哦 ，OK。但是假设不是，我们这是假设你会分。好的。Would you be willing to eat the food your partner ate leftovers? The leftovers of your partner. 什么？解释一下，你会愿意吃伴侣吃剩下的食物吗 ？Ready? 3, 2, 1. All the time. 太一致了，这个问题太没有难度了。经常。但有些人可能会有这种自己比较边界感上面的一个那种。那应该刚结婚吧？有些比如说这种洁癖，他就不太，有些人可能不太 OK。就哪怕我剩了，我也不愿意，就觉得不舒服，有这种。你吃过我家姐姐，我不喜欢吃这个。你这太甜了。你看，现在马上来了，他说你吃我的，剩下的我来吃掉。但我吃最多的剩饭是孩子的剩饭，是不是？是。最后一个题，能显示定位的 APP， 你会给伴侣权限吗？意思就是说你会让他查看你的实时定位吗？意思就是这个。Okay, so on the phone right now, there's applications where you can share your location with your other partner. Will you give them permission to see where you are at any time? 准备好了吗？任何时间，OK。等一下，我都没用过这个东西。静姐说什么 APP？ 如果你会，3、2、1。完蛋，没有。Really？ 我要给他惊喜不就不行了吗？但是你给我权限，我不一定看啊，主要是。对，他是给你权限。听题你又丢分了，如果你要考试你就丢分了，你知道吗？不是学霸嘛。sorry。sorry。大家的这个晚餐开心吗？开心，谢谢导游。希望大家可以对我们的服务满意，谢谢。5星好评，谢谢。到家了，到家了。大家，我们10分钟，然后我们集合在客厅。各位学员成员，身为演员和歌手，台前幕后永远不缺新鲜事。社交媒体话题上每天都在刷新吃瓜群众的认知，但今天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你们自己。是时候开启他们说与我们说的平行时空对话了。OK， 董力是这季妻旅，争议担当，
10句话9句爱骂的程度，真心希望你去报个语言表达班吧。这不阿诺老师在吗？你学会了吗？外国人都在教。叫阿诺老师在。我先以我的说法来说一遍啊。你先想一下，对，你先想一下。说的不好指正我。我也很感谢哥哥们，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我看到大家为自己的努力在去学习，但这个也需要一个时间和一个过程。我不可能说这么快就能完全学会。我甚至我跟阿诺回去晚上我在聊，我说哥哥跟姐姐这么甜蜜，就是握手啊，或者是亲啊，就眼神拉丝啊这种，那我是不是要这样做？我问阿诺，我是不是先从外部改变内部嘛？我先外部先去做。但阿诺说没关系，你就先做你自己。他还给我点时间。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一点点来。就刚刚七哥说的那些我也很认同，就是说演这件事情，我觉得来之前我就想好，我觉得在节目前我们就以真实的状态面对观众。至于有什么舆论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冲我来或者怎么样都 OK， 不要说阿诺就好。甚至现在他们说，You Swan I Frog， 我甚至都很为阿诺开心，我就觉得哎呀，阿诺是被看到被认可。那我也不开心啊。对阿诺说他不开心，但我觉得我觉得他们说的有些问题上面我是要提高的嘛，所以说这个东西回去还是要慢慢修炼，因为时间很长，而不是说光节目15天结束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我们的相处是未来可能30年、40年的时间，这个就感情上面这门课题是我们永远要去学习的。确实有进步，真的这2天这种加油加油加油！我觉得他的进步是因为我们有我们在多洛米蒂的时候是有分组了嘛，就是老婆们跟老婆们，老公们跟老公们。他是真的是我们没有提这个话题当中，他就会自己非常反思，他就是非常怀疑我是不是很奇怪，我是不是做的哪儿我不对，我怎么样是可以做更好。然后我们几个剩下的3位就是一直在跟他说，其实没有什么所谓对与错，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们做的哪一些行为你想要借鉴，你要做，你可以试试看，但不一定阿诺会喜欢你这样子的你，所以这个部分是需要他们2个沟通的，而且观众是会觉得某一个方式是最对的。当然，大男这句我不认同。但是这个不等于你的另一半会不会认同，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你们2个人之间的事情。而且阿诺，你自己感觉到，像你刚刚说的，阿诺是给你这个时间，你自己意识到我怎么样是可以让我老婆更开心。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大家都看到你特别大的进步，从开始，而且我们只到了一半而已。期待你到成都这个结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董力和阿诺？好，谢谢哥哥，谢谢哥，谢谢哥。我们还有东西要聊吗？没了。我们大力哥今天吃了2餐中餐了，哇，太爽了哥！哇，终于，你这想死了，想死。我会炒那个蛋炒饭，我炒蛋炒饭很好吃，我有秘制的做法，蛋炒饭。帮我拿个杯子给你分一下。你知道那个鼎泰丰吗？就它里面那个蛋炒饭，我会炒它那种蛋炒饭。它那蛋炒饭很好吃。你哪学的呀？就平时自己做研究出来的。就做多了就会了。其实好吃的菜，它食材好，你烹饪方式简单一点，保留那个食材原味是最好的。哦，给我吓一跳，我以为又有新的功课。国际包裹又来了，国际包裹又来了，我想不是，我的心都拔凉拔凉的。这好看。这2张好看。这2张好看。对，我喜欢这个飞起来的这个，我喜欢这2张。对，这个好。那2张。有这种动态。根哥，他是怎么样收费啊？这个随意给，我们所有人随意给啊。它是一个 donation 随意给的，然后我们所有人拍完照片，我就给他20欧。I see。
25啊，4张照片。其实我看了大力和阿诺的以后，我觉得我给小了。对，完了我一说，我怎么那么多？是要发传单吗？这是。来，我们就好好吃个早餐来。走。为什么那么多运动你会选击剑？你是自己挑的选的是吗？怎么可能嘛？都是爸爸妈妈给你选的。所以说那天就说热爱这件事情，其实我是练了以后才热爱，而不是说我先热爱再练的。就是这个学习路径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选击剑？我以前是练游泳的。哦，我小时候练游泳运动员。5岁开始练游泳，练到了10岁。然后游泳的话，你到10岁以后你就开始办专业训练了。你要去预估一下自己的体能，游泳是纯拼体力的项目。其实我身体素质啊，身体一般的，就你达不到他那种高强度，或者说你达不到那种最顶端的那种运动员的标准，你要能受得了那样的训练量每天。然后其实我你看我肢体我不是特别协调的，但我单边的协调性还可以，就我光右边的协调性还可以。后面刚好是我游泳教练的老公是击剑教练，然后我就跟着去练击剑。那时候击剑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啊，以为是射箭。然后后面就练着，击剑还蛮有天赋的，因为它不光是体力，它要博弈要动脑子的，会有那个。然后后面练着就还行，就一步一步从区队练到市队，从市队然后练到国家队，一步这样走过来了，也是命运的推动。我觉得很重要，就像我的生活是，你走到哪一步，总有一件事情会推动你去做的，你只要去顺应它就可以。不用去反抗太多，因为大的选择上，我觉得我选择的都蛮对的，就比方说跟阿诺在一起也是一样，就我觉得能遇到他已经很幸运了。我觉得就2个人在一起，不用看别的东西，抛开一切东西，就像你说的生理性喜欢，这是爱的一个表现。9年时间跟他在一块儿，我觉得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对吧？至于别人怎么说，思考角度我告诉你，你问自己，有一天他真的走了，你会怎么样？你明白吗？所以因为如此，你可能会更懂得珍惜，懂得去约束自己。对呢，有一些东西你根本，不过，所以我们的生命教育就是这样，是让你去自己亲身去体会，你失去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谁不会失去啊？你不是讲家里的人走了才叫失去。一个小孩子洋娃娃玩具不见了，那也是一种失去。你说小孩子他丢了他的一个玩具，伤心吗？他可能哭一场的，那也叫失去，对吧？我们命里面失去的那种瞬间的，时常都会，你怎么样克服来过那个关啊？这种呢是，当然人与人之间那是更难受的。所以我们要提倡就是要懂得珍惜。你有的时候你不珍惜，等真的不在了，对不对？好好的珍惜啊！你很好了。只不过好像你讲的，可能你没有去表达，因为那不是你，对不对？对，就不做自己也很难受。我呢，有时候外面的人也觉得很肉麻，因为我真的是会抱着，抱着。你舒服就可以了呀。对，然后呢，我会有时候就亲亲老婆这样，因为亲就亲这里啊，不一定要怎么样啊，只不过就是。那种感觉，为什么我会有？我是保持着当时我们2个人相恋的时候的感觉。你会不会时常抱着他呀？那种
有时候也亲亲他，对不对？是，其中一方要有保持着那感觉，那这个就很美好。因为你要双方，那你又对他有要求，那很难了。总之，你这个可以控制，自己能控制的话，就是自己想回去，哇，我们相恋的时候是怎样的？有，但也不多，说实话。我开始的时候也还好。你甭管，那你起码有，跟现在能一样吗？你说？那不一样，不就是吗？那你说那时候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而现在就没有那种好像动力要去抱他？不过有一天他走了，或者谁，譬如他，你会怎么样？你会说，你会想到，哎呀，早知道我该怎么样，那太迟了嘛，对不对？你不抱着，也不知道一生一世的遗憾，而你会带着遗憾吗？这个世界没有早知道，所以说还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确实，更何况他那么优秀。I'm still